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军哥。由于之前下了整整1个多礼拜的雨，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拍摄烧烤的视频。这周天气终于放晴了，所以继续咱们的 BBQ。那今天我们 BBQ 要做的就是熏烤猪肋排。猪肋排这个食材在美式的熏烤当中十分普遍，而且比较受欢迎。但是它的制作过程真的十分的长，我感觉今天有可能需要4到6个小时。所以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紧制作吧。为了制作今天的猪肋排，所以我们特地买了2块比较好的肋排心。为什么会选肋排心？因为它的肉比较厚，且它的肉质会更加细嫩一点。由于最近猪肉物价上涨，所以这2块也花了我们不少钱。那最终呢，我会用2种调味方法去制作这个猪肋排，一个是偏甜的，另外一个就是芝士口味的偏咸的。接下来我们先处理一下这个猪肋排的筋膜，拿个小点的刀或者像那种勺子柄啊都可以，戳一个口子，然后撕掉就可以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猪肋排基本上就处理完成了。接下来就可以进行调味。先给这2块猪肋排调个基本味道，这个基本味道是为了腌制的，而不是最终的味道。好，我们先刷一点橄榄油，再来一点洋葱粉、大蒜粉，再来点辣椒粉。不要看我们撒这么多，它是偏香的那种。再来点盐、黑胡椒，然后均匀拍打，都让它对立面都加满调料。好，现在我们调料就已经涂抹完毕了。接下来我们准备真空腌制。真空封存之后，我们需要冷藏24个小时。那我们明天再见吧。Day 2。经过我们1晚上的真空腌制，这个肋排已经腌制的差不多了。我们先把它拆开来看一看，这种颜色就上的特别好看，然后烤出来的话，这个肉也会特别好看。因为我们这个是烤炉嘛，不是熏炉，所以说我这次设计的是把左边放炭，然后右边的话垫一盆水，上面再准备烤肉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把这个肉放上烤架，然后我们再加一把这个烟熏的木材。然后这次我们买的话是核桃木。核桃木它熏出来的食材做回味会有一点偏甜的感觉，是配猪肉还是挺好的。现在烟已经起来了，我们把烤炉关上就可以了。我刚刚之前忘了说了，然后这次温度的话是在120度到130摄氏度最好。然后这次我们有点偏高了，我等会再把炭火拿出来一点。熏烤猪肋排的话，最起码4到6个小时，但每个小时都要过来检查一下猪肉的状态，好吧？我们先耐心等待一会儿。台风刚刚走，所以天气也特别热。这种天气烧烤不奖励自己一杯冰镇饮料，有点对不起自己。老惯例，先切2片柠檬。好，干杯！喝完了还是非常清爽的。趁着这个猪肋排还在烤的时候，等会儿还要去调一个芝士酱，到时候撒在这个猪肋排上面。好，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，我们打开炉子检查一下状态。可以看到这个肉已经有点微微泛红了，这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。烟熏的木材有点少了，等会我们再加一点。可以给这个猪肋排再喷一点水。那我这次喷的呢是苹果醋，再加了一点蜂蜜，然后再加一点水。我比较喜欢偏甜一点，不太喜欢吃太酸的，所以里面的苹果汁和蜂蜜会多一点，然后醋会少一点。接下来咱们再做一个芝士酱，加入1包牛奶，牛奶差不多我们加200毫升，然后再加入一点玉米淀粉，玉米淀粉可以少一点。这个时候我们要搅拌，不要让粉结块，然后加入一点点的盐，一点点大蒜粉，还有一点点辣椒粉，这需要疯狂搅拌。如果有打蛋器的话，最好用打蛋器，这样的话会更均匀一点。再加点黑胡椒，这个时候下入芝士。我们这次用的是这个马苏里拉芝士碎，可以多加一点，这样奶酪的味道会重一点。然后还是疯狂搅拌，看到没？已经慢慢成这种液体状了。再加一点芝士，有这种拉丝的感觉了。这样就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在一旁备用。现在已经12点钟了，已经熏制了2个小时。现在我们检查一下这个肉的情况。这2块肉两边都熏制的还不错，但是中间还有一点点，就是上色没有上的特别好，可能还要再熏半个小时吧，调整一下角度，再喷一点这个，其他颜色都还不错。好，我们再等半个小时看一看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现在我们又过了半个小时，再打开来看一下。这一块都差不多了，然后这一块这边还差点意，但是我看这个熟度应该已经 OK 了，我们还是进行下一步吧。接下来这个步骤非常关键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猪肋排包裹进这个锡纸里面继续烤。那首先我们需要在这个锡纸的底部先刷一层蜂蜜，刷好蜂蜜之后，千万要注意有肉的这一面朝下，然后骨头面朝上，再给这个骨头之间刷一层蜂蜜。我们先包一下，最好用2层这样的锡纸，这样的话到时候骨头不会把这个锡纸戳破。然后我之前也说过要做2个口味的，那这一个我们就做一个甜的，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加可乐。好，加完可乐之后，我们把它彻底包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处理第2份。
好，我们的第2份的酱汁就和刚刚的不一样了，这个是我自己调的黄油烧烤酱，比较偏咸一点的，这个也加进去。同理还是把它给封上。我刚刚说过这一步非常关键，是因为猪肋排烤出来的味道，还有它里面汁水情况以及它肉质的嫩度，都和这一步关系非常大。这一步大家一定要处理好。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些猪肋排包裹着锡纸，再烤1个小时。1 hour later. 现在又过去了1个小时，然后我们包着锡纸烤着就 OK 了。然后先把它取下来。我们现在拆开来看一下啊，这真的太香了，我已经闻到香味了。哎，这个可乐烤的颜色不错呀，看到没？OK， 我们再打开这个咸的也看一下。哇塞，这个香，这个是真的香，这个黄油香味特别重。好，我们的烤制还没有结束，现在还不能吃，我们还需要再把肉涂一点料，然后放到烤架上面，再烤制1个小时左右才能吃。这块大一点的是甜的嘛，所以我们直接刷点蜂蜜就可以了，可以多刷一点。另外一块是咸口味的，刷一点点这个烧烤酱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把刷完蜂蜜的这个抖一抖，这样会更均匀一点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烤制，肋排放在烤架上面，不要去管它。温度的话，还是保持在130摄氏度左右，再烤1个小时。Few inches later. 经过我们最后1个小时的烤制，现在我们的猪肋排就可以出锅了。大家会觉得这个猪肋排的颜色有点黑，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试吃了。历时5个小时，我们这2块猪肋排都已经全部烤好了。从这个颜色上面来看，我觉得还是挺 OK 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再切开来看一看吧。看到没？这次里面颜色正好，而且汁水也特别多。还有最关键的一步，就是往我们咸口的加上一层芝士。那这样，我们猪肋排所有的制作工序就已经全部完成了。下面还是按照惯例，请观众老爷们先品尝吧。好，下面我再来品尝一下。那吃猪肋排一定要配上一点啤酒。杯子是洗过的，然后换2个新的柠檬。下面我们来正式试吃。先尝一块这个甜的，你看到没？这个肉特别的厚。吃起来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甜，就是它那个表皮还是有点脆脆的、甜甜的，里面的话猪肉的味道还是很香的。不错。这个甜的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。接下来我们再尝一下这个芝士，我觉得这个芝士看起来就特别诱人，满满的一大坨芝士。这个吃起来就是芝士的味道偏重，然后猪肉本身的香味就被掩盖掉了。我个人更喜欢这个味道，芝士真的太无敌了。再来一块芝士。我感觉之前那个调味也非常完美，就是里面还保留着那种之前撒入调料的味道。再吃一块甜的。但是说句实在话，这次还是有一个缺点的，感觉今天烤的时间可以再久一点，然后火候再大一点。这样的话，这个猪肋排吃起来就是会有那种脱骨的感觉，肉一抿就会下来了。这次肉还是会粘在骨头上面的。真的舒服，没有白花费这5个小时。最后再来块咸的，我最喜欢的。这个还不错，这个肉一撕就撕下来了。
OK， 那今天的试吃就到这里了。那剩下的猪肋排我还会和我的小伙伴一起分享。那下面来点评一下吧。首先，我觉得猪肋排这个食材真的特别棒。大家都说带骨头的肉才好吃，这个食材吃起来真的非常完美，里面肉汁非常多，然后带着骨头一起吃，一边吃一边嗦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。总之，我觉得这一次烤猪肋排还是挺成功的。那用可乐以及浇芝士的这个做法呢，也是我从国外网上的大神那边学来的。那我个人觉得这两种做法都非常好吃，我自己比较喜欢这种带芝士的咸口的。在这里我也强烈推荐一下大家，用电烤箱也可以去制作猪肋排，然后制作的方法也差不多，温度也差不多。那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。如果说你们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请多多支持我们，一键30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